博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大学生，他的成绩总是班里最好的。但是，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因为太聪明而变得非常骄傲。他觉得周围的人都没有他聪明，所以他从来不听别人的建议。如果有同学想帮他，他总是说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。”在博文的眼里，世界好像是围绕着他转的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只要是他决定的，那就一定是对的，别人不能反对。有一次，学校组织大家去附近的一座大山里徒步旅行，老师告诉大家，这座山很大，路也不好走，必须互相帮助。博文看了看地图，笑着对旁边的同学丽丽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我以前经常去爬山，你们只要跟着我就行了。”丽丽有些担心地看着他说：“博文，听说山里的天气变化很快，我们还是应该多准备一些衣服和水，听老师的安排吧。”博文摆了摆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太胆小了，带那么多东西会很累的，我有经验，不需要听那些无聊的规定。”出发的那天早上，阳光非常好，同学们都背着大大的背包，只有博文带了一个很小的包，里面只有一瓶水和一个苹果。大家开始爬山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路很平坦，博文走在最前面，他走得很快，把其他同学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。他回头看了看后面的人，心里想，这些人太慢了，如果等他们，我就不能早点看到山顶的风景了。于是他继续跑。走了1个小时后，路开始变得越来越窄，地上的石头也越来越多。博文觉得有点累了，但他不想停下来休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空突然变黑了，风也大了起来。丽丽在后面大声喊：“博文，要下雨了，快点回来，我们找地方避雨。”博文抬头看了看天，觉得这只是一阵小雨，很快就会停。他大声回答：“别担心，我能在下雨前赶到前面的休息站。”他没有听丽丽的话，继续往上爬。可是雨不但没有停，反而越下越大，山路变得非常滑，博文差点摔倒了好几次。很快，博文发现自己迷路了，周围都是高高的树，他看不见路标，也看不见其他的同学，他的手机也没有信号了。他全身都湿透了，又冷又饿。他那个小包里的水已经喝完了，苹果也吃掉了。现在他开始感到非常害怕和后悔。如果我刚才听了丽丽的话，和大家在一起，现在就不会这样了。博文坐在树下，身体发抖，心里充满了难过。天慢慢黑了下来，博文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突然，他看见远处有一点微弱的灯光，他高兴极了，连忙向灯光走去。走近一看，那是一间很小的木屋。博文敲了敲门，开门的是一位头发全白的老爷爷。老爷爷穿着旧衣服，但看起来很精神。老爷爷看到湿淋淋的博文，马上让他进屋，给了他一条干毛巾和一杯热茶。博文喝了一口茶，感觉身体暖和多了。谢谢您，老爷爷，博文小声地说，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感谢别人。老爷爷笑着问，年轻人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博文红着脸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老爷爷。他说，我以为我很厉害，不需要别人，结果我迷路了，
还差点受伤。老爷爷听完，并没有批评他，而是指着窗外的一棵大树说：“你看那棵树，它很高大，很强壮，对不对？”博文点了点头。老爷爷继续说：“但是，这棵树如果只有它自己，没有泥土的支持，没有雨水的帮助，它能活下来吗？”博文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老爷爷说：“每个人都有优点，但没有人是万能的。我们需要大自然，也需要身边的人。真正的强大，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，而是因为你懂得谦虚，懂得尊重和依靠别人。”老爷爷的话让博文陷入了沉思。老爷爷名叫叶伯伯，他在这座山里住了40年。他告诉博文，山里的每一棵草，每一块石头都有它们的作用。晚上雨停了，叶伯伯做了一碗热面条给博文吃。博文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条，虽然里面只有青菜。第二天早上，博文醒得很早，他看见叶伯伯正在打扫屋子外面的落叶。博文走过去，主动拿起扫把说：“我来帮您吧。”叶伯伯高兴地笑了。扫完地后，叶伯伯带着博文走了一条小路，送他下山。路上，博文一直认真地听叶伯伯讲故事。下山的时候，博文看见了一些奇怪的脚印。叶伯伯告诉他，那是野兔的脚印。博文惊讶地发现，自己以前从未注意过这些。快到山脚下时，博文远远地看见了他的同学们和老师，他们正在焦急地到处找他，丽丽的眼睛都哭红了。以前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博文一定会觉得他们大惊小怪，但现在他感到非常愧疚。他跑向大家，大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老师和同学们看到博文平安回来，都松了一口气。丽丽跑过来，虽然还在生气，但也关心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”博文低下头，诚恳地说：“我没事，是一位老爷爷救了我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那么骄傲，不该不听你们的话。”大家都愣住了，这是博文第一次向大家道歉。以前那个总是抬着头，觉得自己最了不起的博文，好像变了一个人。博文转身想给叶伯伯介绍他的同学，可是当他回头看时，发现身后的路空荡荡的，叶伯伯已经悄悄地离开了。回到学校后，博文变了。上课时，他不再抢着回答问题，而是会先听听其他同学的看法。他开始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。小组讨论的时候，丽丽提出了一个想法。以前博文肯定会说，这个想法太笨了。但这次他说，这个想法很有趣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丽丽惊讶地看着博文，笑着说：“博文，你真的变了，现在的你，比以前那个天才博文更让人喜欢。”博文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他心里想起了叶伯伯的话：“世界不是围绕你转的，当你缩小自己的时候，世界反而变大了。”周末的时候，博文去图书馆做义工。他以前觉得这种工作浪费时间，但现在他很享受帮助别人找书的过程。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问他一道很难的数学题，博文耐心地讲了好几遍，直到那个学生完全听懂为止。那个学生感激地说：“谢谢学长，你真好。”博文心里暖暖的，他发现帮助别人比证明
自己聪明更快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博文的朋友越来越多，大家发现他不但聪明，而且很谦虚，愿意倾听，也愿意伸出援手。又到了学校1年1度的篮球比赛。以前博文打球只顾自己投篮，不给队友传球，所以大家都不爱和他组队。这次，博文主动对队长说：“我配合你们，只要能赢，我得不得分没关系。”队长听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比赛中，博文虽然有好几次投篮的机会，但他看到队友的位置更好，就果断地把球传了出去，队友进球了。最终，他们班赢得了冠军。虽然博文得分不多，但他获得了最佳团队球员的称号，他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灿烂。晚上庆祝的时候，丽丽问博文：“你还记得山里的那位老爷爷吗？如果不是他，我们可能看不到现在的你了。”博文点了点头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他教会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课。谦逊，谦逊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力量。几个月后，博文决定再次去那座山，他想去看看叶伯伯，还要带一些城里的点心给他尝尝。这次他准备得很充分。他邀请了丽丽一起去。丽丽开玩笑说：“这次你不会又只带一个苹果吧？”博文笑着拍了拍鼓鼓的背包，当然不会。他们沿着熟悉的山路往上走，这次天气很好，鸟在树上唱歌。博文不再急着赶路，而是欣赏着沿途的风景。他们来到了那个小木屋的位置，但是奇怪的是，木屋不见了，那里只有一片空地和那棵老爷爷指过的大树。怎么会这样？丽丽惊讶地问。博文四处寻找，他在树下发现了一块石头，上面刻着几个字：“谦受益，满招损。”博文摸着那块石头，心里明白了一切。也许叶伯伯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山里的守护者，专门来教导迷路的人。他完成了任务，所以离开了。博文轻声说，他在树下放下了带来的点心，对着大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。丽丽也跟着鞠躬，风轻轻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好像是叶伯伯在笑。博文感觉心里很平静，也很充实。回去的路上，丽丽问博文：“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吗？”博文笑着说：“我可能很聪明，但我更愿意做一个智慧的人。聪明是天赋，但智慧是选择，选择谦虚，选择善良，选择和别人一起前行。”博文的话让丽丽对他刮目相看。毕业的时候，博文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上台演讲，台下的同学们都在鼓掌，因为他是真心被大家喜爱和尊敬的。博文在演讲中没有讲自己取得了多少好成绩，而是讲了那个雨夜、那个小木屋和那位老爷爷的故事。他说：“以前我总想站在最高处，让所有人都看到我。现在我明白，只有当你蹲下来，你才能看到春天的小草。”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世界的中心。当我们连接在一起时，我们才完整。演讲结束，掌声雷动。几年后，博文成了一名老师，他经常带学生去爬山。每次出发前，他都会检查每个人的背包，并告诉他们要团结。遇到调皮或者骄傲的学生，
博文不会生气，他会耐心地给他们讲那个大树和泥土的故事，引导他们思考。博文常常看着远处的群山，心里默默感谢叶伯伯。他知道，那次经历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，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世界很大，我们很小，保持一颗谦逊的心，我们才能走得更远，看到更美的风景，遇到更美好的人。这就是博文的故事，也是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成长的你的故事。记住，你不需要做世界的中心，你本身就是世界的美好。